有搞在一起。再来就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那个我们才做2天而已哦。对，我们才做2天，是奇异果包装 Packing House， 然后在那个 Tauranga 这边。那我们做2天，然后我跟瓜刚好做了2个不一样的工作，就是我们就看着那个我们有4个轨道，一个人有4个轨道，也不一定，有的轨道比较少，这样。对啊，你就看你的数字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人它会贴在你的那个前面。然后我是4个轨道，然后你就看奇异果掉下来之后呢，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对，它会掉到那个箱子里面。你要先准备箱子去接它。对，然后箱子会有一个塑胶袋套在上面。掉完之后呢，你要怎么知道你这一箱掉完了？当它开始掉其他轨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箱不会再掉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塑胶袋封起来，然后盖子盖上，然后贴上条码，往后放，就会有人把你那个箱子叠起来这样子。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在第1天的时候，就是一整天都在做封箱的这个动作。然后第2天呢，我们就是做挑果，算是第1阶段的挑果吧。对，就是从那个大箱子车子下来倒下来的那一瞬间，倒下来，对，超级忙碌，我以为你要说超级多粉尘，也是啦，超级多粉尘，真的很夸张。然后那个工作就真的是超累的，就是你会一直看，因为那个奇异果一直倒下来，然后它的速度其实很快，因为它就这样，哐，然后就这样一直流过去，一直流过去，然后你就要开始挑，不是只有挑不好的，你还要把那个奇异果叶子啊，对，奇异果的叶子啊挑起来，还有它的梗也要拔掉。对，就是有的奇异果它会上面会有一支梗，你要把它拔掉，然后你还要挑烂的啊，如果不小心真的烂到太烂，你还要按暂停，然后把那边擦，赶快擦完之后，东西清理干净。其他奇异果碰到那个汁液，它就会烂掉。对，所以呢，我们就都要把它挑起来。然后因为我们是第1阶段的，所以那个果量实在是有够可怕。有一段时间是那个果疯狂的倒到我们本来只有4个人在做，变成7个人在做，还是完全来不及。然后做到后来，我真的超级晕的，因为你一直看那个果，然后很用力一直在挑，完全手都没有停下来。比如说你工作3小时会休息15分钟，就是扎扎实实3个小时都没有休息过，超级可怕。你挑果的时间大概就是一瞬间而已，你看到就是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就要赶快挑，因为就要挑起来了你犹豫它就走了。对，虽然后面还会有人帮你挑，但是那个量真的太大了，就算同一侧站3个人也是来不及。你知道我们那边就是在挑果那一边的 supervisor， 她是一个菲律宾的大姐，就对。然后她有时候也是来不及挑，然后就会跟那个奇异果说拜拜这样子。真的、哦？对，她就会跟她拜拜的，拜拜，来不及，好可爱，她也来不及挑，然后就让她走了。那真的太快了，对啊，而且量超大。然后我们的那个主管他人就蛮好，那个菲律宾的大姐就一直跟我聊天，我就一直在训练我的英文听力。她觉得很好很亲切。然后我们那边的是4个人嘛，一个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阿公，你隔壁的那个，对，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嘛，然后我，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印度的，对，印度来的，然后跟我们的那个 supervisor 是那个菲律宾人啊，下面还有一个啦，可他几乎不会上来帮我们挑果，他只会做 QC 啊，他那应该是 record， 就是记录烂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有问，因为他们不是都会挑嘛，然后我就问那个大姐，就说啊，就是你们挑这个干嘛什么的，他就说 record，就是要记录说这个 grower 烂果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太小啊、太晒啊。然后我们那边真的你出来的时候超多，全身都是奇异果的毛。对，就是我们会戴那个白色的像浴帽那种防尘帽，拿起来整个都是咖啡色的，对。很扯，变橘色的，对，然后口罩也都是，鞋子也是，超扯。对，然后我就蹭鼻涕，然后那鼻涕全部都是咖啡色的，真的。再来访问下一位，我的工作就是跟一堆很像印度挑奇异果，那个源源不绝奇异果一直滚，一直滚，滚到它暂停了，你的眼神还在滚。它就是主要挑烂果。好果的话就是让它留下去，那什么叫烂果？一点点这种大概这样的大小烂的话就要拿起来。可是后来又有人说，要大拇指的这个指甲大于这个大拇指才要拿起来。那还有就是它裂掉的，就是外表是看起来有一道痕的那个明显就要拿起来。很烂的话呢，你就要丢下，就是丢到不知道很像那种厨余桶的那一种。
你要直接丢下去。那如果是微型的，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表皮层有一点点瑕疵，那一种的话就是让它流出去。哦，那流去哪里 ？Class 2？不是啊，那如果是软软的，已经很熟透的，那个就是要一定拿起来丢下去，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个 supervisor 就会一直看你啊，一直来啊，然后你就会不小心摸他的手，因为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你要专心挑，而且。其实挑到后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有点小偷懒，因为真的太累了。因为变成我跟怡琳，就是怡琳跟我同一线。那因为他们那个印度人嘛，就是专业的，已经很会挑了，所以你基本上你在后面你就挑他剩下没有捡到的。那因为怡琳跟我动作就菜鸟，所以我们两个就很辛苦，在那边捡，然后我就捡到后有点心累，然后后来好像被 supervisor 看到有点小偷来说，快克里可能被死什么的，这样快一点。像我第一天上班回家睡觉的时候，我闭眼睛就是奇异果，还梦到奇异果在滚，对，好可怕。你真的闭眼睛就是奇异果，然后再这样子动。然后我们一天是上12个小时，所以我们有一个礼拜有6天12个小时都在上班。今天是好像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那个果还不稳定，所以昨天就临时说我们今天不用上班，所以我们今天就休假。来访问第3位选手。我的第一天下午被换去另外一个很废的工作，真的是冗员的位置。他就说我就坐在这里，然后这里就是输送带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要从他们都被淘汰掉的果实里面再把比较完美的果实挑过来，这样挑好的。对，我就从烂的里面再把好的挑出来，这样。哦，所以烂的就是大家挑完，然后滚过来你这，所以咚咚咚下去的应该都是从 rubbish 出来的，最后会到最后到我那里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边都是烂果。那你们好果挑起来的定义是什么？有一点点也可以接受吗？还是不行？没有因为一定要全好的才可以。因为我们的 supervisor 他比较完美一点，因为有些有可能是人家误丢的，误淘汰，因为看太快有可能会误淘汰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从里面再挑一个我觉得看起来完美的。那不就很少东西可以捡？很少啊，超少的，有时候真的超无聊的，然后没有人可以聊天，然后又都只有我一个人。有时候想说，我的 supervisor 要不要来关心我一下？但总过去都没人。然后后来还有被叫去帮忙撕那个奇异果贴纸，卡在那个贴纸机上面，然后叫我去帮忙撕贴纸，这样。那是唯一有人来找我的时候。然后在下一次有人来找我，就已经是要下班，一个清洁阿公就说：“Why do you here？” 啊，真的假的？所以那个位置本来没有人吗？应该是有人呐，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我在那里这样子，然后我就赶快问他，就是要下班了嘛？他说大概在15分钟吧。哦，对，那个时间，那个位置的时间真的够超满的。但我后来第2天就被换回去有人的地方。就是挑果，就是跟 Jade 一样，对，就跟 Jade 一样，我就觉得时间天堂，你就觉得是天堂，真的过很快，那个真的过很快，而且重点是休息时间会有人叫你。这个地方福利不错，是我们来第1天跟第2天就都有午餐吃，而且2天都吃不一样。然后每次我要出去休息，我就一定会去喝可可。我就跟2个大姐已经聊过，他们都说之前都没有提供过午餐，可是我们去这2天刚好都有。然后我们第1天吃的是沙拉卷，火腿卷，对，火腿包沙拉，对，cheese什么，然后鸡肉包沙拉什么，卷就对。它就感觉 Costco 卖的那个，有一点点像，可是我觉得有点小。然后第2天是吃派，跟怡琳吃一样，那个不好吃，肉末起司派，反正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工作内容，这还蛮好玩的，很新鲜。对，目前觉得蛮好玩的，看做3个月后会不会觉得很好玩 ？OK。现在3个月过后了，你觉得好玩吗 ？Main season 我觉得蛮好玩的啊，我喜欢做 packing 啊。我们有一次就没事，然后反正就被调去自动化的那里去，然后自动化机器那边工作超废的，你就拿一个那个塑胶的，然后放到那个 jumbo 的盒子里面，然后丢出去，就这样，超废的一个工作。还有 packing class 1的，我们也之前有去过，那个可以称的是地狱，那边那个地方有个混乱，很可怕。那个果掉下来的速度超级快，人手会来不及到，那个果会直接塞在那一整道全部塞满，然后塞满了机器就会卡住就是整条线都停下来。然后我们后面人就会想办法箱子小心翼翼的拿开，然后那果就会咚咚咚掉下来，你要赶快拿另外一个箱子去接。反正那个 Class 1那个区域真的是很可怕，我是一点都不想要做 Class 1。我最喜欢做的是 Class 2的 packing， 我很喜欢。我觉得，因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做过 replay 的关系，所以我觉得 main season 比较有趣，而且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我觉得啦。确实，对啊，换依琳，依琳来讲一下。我在 main season 的时候，其实当下觉得超无聊，因为我是被排到 rubbish line 嘛，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而已。但是我现在3个月后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那位置真的很好，因为没有人会管，我自己会偷偷听 podcast 啊、听音乐啊什么的。那我在那个位置想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呼应到我那时候来纽西兰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在这里好好思考一些我的人生啊，我的阿里阿扎有的没有的。但是如果 main season 跟 replay 比起来的话，我比较喜欢做 replay， 因为 replay 它的速度你可以自己控制。虽然说你的主管所以一直催你说 speed up， 但其实可以不用理他，你还是可以照着你速度继续做。然后旁边有同事，我可以聊天，而且你可以跟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啊，什么的。先请提要一下，现在是大概9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做完 main season 之后，然后我们又再做了 replay 一阵子。对，要不要讲一下那 replay 是在做什么？replay 其实它就是我们 main season 的时候会把新鲜的果全部都装在礼盒里，然后是大箱子里这样子，然后之后他们就全部推进去冷冻里面。然后 replay 主要就是针对，比如现在国外有订单进来的，他们要把那个 pallet 全部拉出来，那我们要每一箱打开去检查里面有没有烂掉的啊，或是有 cut 的啊、软的啊，我们就要全部把它丢掉这样，因为毕竟整个出口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会怕里面有没有坏过，然后发霉。对，发霉，然后到那个国家可能就整个烂掉，所以我们就要做事前的把烂掉先把它挑出来这样，就是他希望你又快又好这样。你要看的，对，要看的 cut 它是一点而已，就真的是一点而已。那个是需要火眼金睛的，然后确保你不会对奇异果过敏。哦，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受害者，我是奇异果荨麻疹受害者，它很严重。他每天下班就是全身都会起荨麻疹，然后到后来是要吃药去控制它，不要复发这样。我只要碰绿果，我的小拇指啊，我的其他指就会开始肿起来，然后变很肿，然后有时候弯的时候是会痛的那种，然后甚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脚趾头的边缘，就指尖的边缘，就是整个会红一圈，然后很痒这样子。小时候是肿末梢神经，对啊，我是肿皮肤表唇跟嘴巴，上下唇轮流肿，它是真的超严重的，过敏要记得带来哦，这真的很重要，不然你会做得很不舒服。好，换后面这位同学。觉得算是蛮稳定又简单的。那你觉得 main season 跟 replay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应该是 replay， 真的？为什么？ replay 可以聊天，但是规则它滚动蛮快的，太快了。然后 supervisor 会一直盯着你，所以 replay 比较好聊天。但是 replay 如果在 counting 的话，你就不太能讲话，要不然你会很慢。可以升完再讲。因为我们目前有做过3间不同，先讲第一家是 MPay 嘛，然后第2家就是去 C 卡奥赛，第3间就是 DNS。可是这3间的话 ，MPay 它是几乎每天都可以上班，虽然它最后我们后面那几天就是要么就是不给班，要么就是叫人家早回家，这一点真的没办法接受。还有那个厨房阿姨，她非常不 OK， 她真的是有一点歧视亚洲人。他只有对白人的时候，白人特别好。他后期不稳定之后，我觉得他都这样子随便叫人家回家，或是没有事先说就叫你下班，那个感受真的非常好。因为你都已经开车过去，你就已经去那里上班了，然后他途中叫你，有些人甚至上了1个小时就回家了。对，觉得不行。对啊，他那个奥赛不用说了，他那个哪有人什么1个礼拜叫你？可能只上个2-3天班而已，之后可能2个礼拜才联系你，因为他要收简讯你才可以去上班。DNS 的部分，我是觉得如果他一开始就进去的话，我觉得他的氛围是不错，他就固定休6日，我觉得呢是 DNS 是最好，他是最有制度，他的工作效率也比较高。那你的排序会是什么 ？DNS 第1名，如果撇除班量不说的话，应该会是奥赛。MPay 的话，我觉得他的制度管理真的是，然后他们的沟通也是真的，他们很爱把人不同的岗位调来调去的，然后调你就算了，他把你调过去说他不会教你哦，对，哦，我现在要干嘛？自生自灭，
你就只能去那边很无助的，然后开始可能先观察同事在干嘛，或是问别人说，那我现在需要帮忙什么。MP 的午餐也是，这样，但有人很喜欢呢。不错啊。我跟你讲，你如果3个月每天都吃3种东西就只有3种东西，三明治、卷跟派，你吃下来，你真的最后你会超讨厌这3个东西的。但是呢，MP 唯一最棒的一点就是请假是很弹性的啦，就是你今天早上起床不想上班，你就不要去上班，你也不用回简讯啊或干嘛对，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其实就超贵，因为你的岗位你不一定每天都做一样的岗位，你甚至你今天不想做的岗位，你明天去别的地方，你的主管也不会发现。你可以自己偷跑，对，也不会有人管你。对，你可以自己去找工作。对，就像有一次我跟我的主管说，我今天要去做 repair 可以吗？我主管说不行，你回去你的 rubbish line。我就说 No, I want to go there， 我就自己走过去了。他没怎样，没有啊，就真的过去了，真的过去做 repair 啦。就是这么 free， 他们就是这么 free 这样。对啊。然后 C 卡欧赛的话，因为我们只待了3天，所以我们3个都只做了3对天。我们去的那边太多华人了，大家是很认真在做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欢乐的气氛，不欢乐，很平淡嘛，平淡蛮平淡的。那它的气氛也没有说到好或是不好这样，它就是一个中间那边那普通这样，大家也不会特别的去聊天还是什么的，感觉上。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只做了3天。是啊，所以我们讲 C 卡不知道DMS 的话，我个人最喜欢 DMS。我目前也是蛮喜欢的。整体来说，它从我们去induction到签约，都会让你觉得，这真的是一间公司有在用心对待我。会跟你介绍啊，比如说就是环境什么的，环境啊，我们的食堂啊，你可以怎么样啊，很详细什么的。然后也会真的带你进厂里面去看一下。Pet 从来没有教我们怎么做奇异工作。对，那 DMS 是那时候我们进去做 repair， 他先带我们进去，跟我们讲说什么是坏果，你要怎么挑，你要怎么选这样。这个是不行的，给你看图片这样。然后等真的进去之后，他就会从那个 rubbish bin 里面挑真的不行的给你看，就说这是烂掉的，然后这是有 cut 什么的。然后之后会实际打开一个箱子，然后告诉你说你要怎么看，然后哪边有问题什么的。其实3间里面我最喜欢的倒霉是在 DMS 的，沙漠啊真的是太欢乐，然后巴厘岛的那些姐姐们真的是对我太好了。我做一做，我就会对那边姐姐说我好累哦，她就会从口袋里面拿2颗糖在给我。午餐的话，像 MP 就都是叫现成的嘛，可是像 DMS 啊，他们是有一个食房，很用心，厨房阿姨会真的每天煮，每天菜单都不一样。我们有看之前就是同事给我们看他们之前做 main season 的那个菜，哇，每天都不一样。他说没有重复过，几乎没有重复过，而且每天下午3点都一定会有下午茶可以吃哦。对啊，你都不知道是去那里上班还是去那里养猪的。MP 的 smoke 从来没有准时过，我有时候可能10点15分才给你休，有时候9点半就给你9点半就给你休，甚至8点多休过的也有。中午的话，有时候11点就给你休，不然就1点才给你1点才给你休，我都快饿死。对 ，DMS 跟 C 卡的休息时间都很固定，也很准啊。对，很准。但是 C 卡就是10分钟就真的10分钟，但 DMS 是它会提早让你，比如我们10点要休，但可能9点57、58就会喊 smoke， 他就会算那个大家走出去花2分钟的那个时间，他都帮你算进去了。这3间排名的话呢 ，DMS 推荐第1名，MP 第2名 ，C 卡胜选场吧。对啊，因为 C 卡有太多场了，我们那时候选的那个 Oxide 场呢，它就是比较像是 C 卡的备用场这样子。C 卡要去 KKP 啦。对，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去 KKP。KKP 是他们的主力场，所以 KKP 工会相对稳很多。Traveling 因为我们也都没有去过，所以不知道。但听说 Traveling 可以坐着 grading 哦。他们 main season 的时候，他们的 grader 是有椅子可以给你坐着挑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做奇异果大概过了半年的心得，就是这样给大家参考咯。